moisture. Cut. Moisture. Dial it back, cut. Dial it back a little bit here. Oh, God! Perpendicular! Perpendicular! Delicious brine. 来了，不进去体验一下吗？我能不做了吗？这个属于心理咨询的流程，我需要对你的情况有个大致了解。你说我的脑子里有不属于自己的记忆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作为这个职业的经验和直觉吧，你那天的表现属于应激反应，所以我判断你大概率是出现了某种创伤反应。 有不愉快的记忆一直困扰着你，所以，我现在真的病了，是吗？何医生，你只是心理出现问题的来访者。其次，除非来访者出现了严重的行为偏差，需要通过药物来治疗，我才会建议他去医院的精神科。但你。 不需要，所以现在可以跟我聊聊，你都经历了什么吗？抱歉，你这个委托我暂时接不了。接不了？行，你开个价。 你误会了，我直说吧，我暂时还没有搭档。不是我等了你这么长时间，我不管你是单枪匹马还是团队协作，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？正好我最近在贵都，你想好来找我，好吧？我看见许多人都死在我面前，我想救他们，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可我看你写的是没有亲身经历或目睹过，所以发生了什么？跟我讲讲。你就当我做了一场噩梦吧。在这个梦里，
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明知道他的经历跟我毫无关系，但那些感受、那些情绪，就都那么真实。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？你虽然没有亲身经历，但是你对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，会内疚。从心理学上来讲，你的这种感受叫做替代性创伤，它是一种由同理心引起的创伤反应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都已经没法正常生活了。你会有这些体验，是因为太沉浸于过去的无能为力当中。你要开始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。另外，可以花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，找到身边的情感寄托。我试过打篮球，成宿成宿的玩游戏，但都没用。那我建议可以尝试脱敏疗法。什么意思？不完全对。像我以前害怕狗，所以呢，我就自己养了一条狗，才克服了这种恐惧。这跟我的情况一样吗？原理其实是一样的。恐惧就像你心中的恶犬，你不消灭它，它就会时不时的咬你。我再想想吧。谢谢你啊，何医生，这么晚了都。
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您这是？来这儿看个人。您先忙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呢？我应该跟你一样，10年了，来看看他们。你这人真挺拧巴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什么事一口气说完行吗？我们这次任务的意义，可能你很快就能看到了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。啊？没事儿，应该改变不了什么。啊，10年了，我知道你还怪我呢。我总想着，那天晚上我要是不那么任性，起码你能走得不那么遗憾。姐，你是香港帮我洗照片的那个？对，是我。您这是？我没有你的联系方式，就想来这儿看看，能不能碰到你。专门来找我的。其实，我和你一样，也经历过重要的人突然离世，也一直过不去。现在呢？你知道为什么来扫墓的人都是哭着，而遗像里面的他们却是笑的？扫墓的人哭，是因为只想到了离别；而照片里他们笑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一直被爱着。如果活着的人一直沉浸在悲伤里面，算不算是辜负了逝者遗愿呢？咱们不一样。我当时是把一切都搞砸了。你托我们给你洗的照片，我一直想找机会给你呢。还不敢看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所耿耿于怀的那些，跟现实正好相反呢？如果照片里面的人跟你那天所描述的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没有难过，没有生气，反而很开心呢？
不能啊！我记得那天是……可能人在过度悲伤的时候，记忆会错乱吧。现在看来，确实是你记错了。记忆可能会骗人，但照片永远记得，该是什么，就是什么。照片不会说谎。谢谢，谢谢。举手之劳，就先走了。谢谢。其实吧，很多亲历者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。与其说是我去质疑他们，不如说呢是我们互相的治愈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一个小孩，他非常的抗拒沟通。我们就一点点的给他做那个什么来着？认知行为疗法。哎，对对对，打开他的心灵。哎，10年之间，我们还保持着通信。既然您提到这个认知行为疗法，可否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？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书本化的非理性哲学，啊。请问什么是非理性哲学啊？这个非理性哲学，它不就是说那个，哎，这个可没在采访提纲上啊。是我个人好奇，想听一下您的专业分享。啊，这个问题我不愿意与你分享。是不愿意分享，还是分享不了？不是你啥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为了采访你，我做了多少功课？可是今天6个问题，你有4个专业错误。这个口误吗？这不是口误啊！主编，玲姐，我把这么大的事交给你们2个干，你们跟我闹着玩呢是吗？这事儿主要怪我。我怪你有什么用啊？去通知所有部门，马上过来开会。对不起，主编。想辙去啊！主编有辙。主编，我们有 Plan B， 就是那个陈先生，现在人家都到了，等半天了。看我也等半天了，有人给我叫过来让我见见行吗？见，咱们现在就见。我给你打杯咖啡压压惊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 B 方案啊？就是那个陈先生呀，咱们之前联系过他，他把咱们给拒绝了。刚刚你骂那个骗子的时候，他给我发了好多条消息，他说他愿意接受采访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感人？这什么扣子？能更猛点吧？不好意思，小伙子，我儿子要是活着，和你差不多大。您也是来扫墓的？地震那天呀，他刚打完篮球比赛回家，一进门啊就兴高采烈的说篮球打得多好啊，多好。我一看他一身臭汗，抄起盖锥把他篮球给炸了。再一回来，人就没了。你说当时我扎他篮球干什么？哎，兄弟，哎，老哥，小伙子，我跟这老哥俩是熟人，麻烦你换一下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。哎呀，好久没见到你了啊！你来看见闺女啊？对呀，我这每年都来。
每天晚上不把自己灌多了呀，这一天就过不去。要是真的能回去啊，我一准儿，我是高高兴兴的听他讲这个篮球比赛的事儿。听完了之后啊，我就好好的夸他，我狠狠的夸他。其实啊，我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少了一个遗憾，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能踏实。稍微往右边再加一点，拍程潇老师。然后咱线路什么的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对，哎对，小条，一会儿把这个检查一下线。你把这个调整一下。谢谢。哎，小林姐，试个麦。喂，可以哈。陈老师。哎。您坐。谢。您不用太紧张，我们刚才的这边育采非常理想，一会儿就保持这个状态，没有问题的。谢谢。哎，咱们村那大学生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就陈婶家的儿子上节目了，说是今天晚上有一个地震专题的直播，7点钟在时代广场那儿。知道那不是那个老传进那小子吗？哎，没错。就是跟你儿子在一个篮球队那个。哦，这个戴眼镜的，爱照相那个，叫什么来着？这陈什么的我也忘了。陈潇。对，陈潇。那咱们也去看看吧。咱们对，看看吧。师傅，哎，能不能把我们送到时代广场？行，不让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师傅，谢谢啊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归都在线，聆听他说栏目祭奠归都石阳镇423地震10周年特别直播节目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讲述者，他的名字叫陈潇。陈老师，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潇，是423地震的一名幸存者。10年前，我18岁，是一名普通的高2学生。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学、打球、回家吃饭、听妈妈唠叨。慢点。10年前那天晚上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对不起。这10年我一直都不敢去触碰那段回忆。我不敢看相关的报道，不敢听广播，不敢看电视，对，更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坐在这里接受采访。是什么给了你勇气呢？照片，是几张这10年来我都不敢去看的照片。其实我记得10年前那天，我过得特别糟糕。先是球队输了比赛，回家的路上我胆小，也没敢跟喜欢的姑娘表白。回到家之后，跟我妈吵了一架，说了很多话，挺伤她的心。我感觉，我就像是在心里给自己判了刑，刑期是多少我也不知道。每天早上起来，都是很深的负罪感。这10年的每天都是这样。那现在呢？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这个。我把10年前的那些照片都洗出来了。
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。方便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好。这张是我们比赛之后球队的合影，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。我还记得比赛的过程当中，我还跟大家说了很多加油打气的话。大家等一下，我有几句话说。咱们没白努力啊，篮球馆是保不住了，比赛咱不是赢了吗？哪个重要啊？可能以后咱们毕业了，工作了，可能以后咱都不打篮球了。可是每次想到咱哥几个在这么一个破烂的篮球馆里面，赢了一场谁都没觉得可以赢的比赛。我直说啊，我想到今天我会感动，我会振奋。可能未来哪天，这生活难的让我觉得都挺不下去了。想到今天，想到咱们哥几个，我咬咬牙，我就觉得都能挺过去。这就是我要说的。还得是陈秋啊，球打得漂亮，说话也给劲儿。要不说人是大腿，我不纠结这些了，有功夫我还是练练球。下回咱也大杀四方。别！你不是说你再打球你就是狗吗？啊！茄子。这张，这就是我说的，我当时喜欢的姑娘，我的初恋。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好像挺不高兴来着，拍照片的时候她好像也挺不情愿的，但是直到我看到了这张照片。是我记错了，我们那天应该是挺愉快的，不然他也不会笑得这么高兴。很愉快，可能是你们18岁最愉快的一天。啊，流氓，那个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呗。我听着呢。我想跟你说，你得去市里。市里多好啊！你想，那儿环境也好，对吧？就是人也好，那儿高楼大厦的是吧？不像咱们这儿。所以我觉得你得去。你不但得去，你还得尽快去，最好马上就去。我知道了。不是，流氓，我也去。你等等我，我肯定能考到市里去。等我去了，我就追上你，咱俩就能在一块儿。你说真的？流氓，
永王，你等会儿。我说你俩是磁场正负极呀，靠近点。3、2、1，笑起来。最后一张是他妈妈，她很少拍照，这张是我帮她拍的。这张是我妈妈，这张是地震那晚我用爸爸的相机给她拍的。吃饭的时候还跟她说了很多我以后的打算，她当时就觉得小孩子们胡说八道。可是这10年，我当时说的那些都一一实现了。那番话是我给妈妈的承诺，我当时一定是说了的。我跟她说，我还要体体面面的考到市里去，考到最好的学校，毕业了找一好工作，赚大钱，买一套大房子。把你俩接过去享清福，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傻老太太。这会儿是不是伤心多过委屈啊？听我说这。妈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但会好好上学，我还要体体面面的考到市里去，考到最好的学校。等毕业，我找一好工作，赚大钱，买一套大房子，把您老接过去享清福，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小老太太。你以为你就是那2毛钱买的破茶壶，就个嘴儿好。不哭了？眼泪来的挺快的，什么时候学的这事儿啊？少贫嘴！呀，菜又凉了，我还得给你热去。哎妈，我给你拍张照吧。拍啥照呀？拍一张，坐着听话。哎呦，我不拍，这图有啥好拍的？我爸不给你拍，儿子给你拍上。你会拍吗你？拍照可好了。别拍。笑一个呀！笑。你这笑的不自然，你就刚才那个，刚哭完咧嘴笑那一下，笑得特别好那个，快笑一个小老太太。哎，这个好，来。哎，对了。嘿嘿嘿。对不起。这10年，我一直活在内疚和痛苦当中。我每天都在遗憾，那天我没有跟他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告别。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帮助了我，他帮我洗出了这张照片，送给我。我才发现，事情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好像那天一切都没那么糟，好像我这么多年的内疚和痛苦，可能就是因为我怕，如果我过得不那么痛苦了，就像是
叛了他们，但其实不是。我们那天挺开心的，他们每个人笑的都挺好。所以我今天来这儿，也是想跟在地震当中所有失去亲人的朋友说，照片里的人在笑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一直在被怀念着，一直在被深爱着。我们也应该坚强，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去，积极地活下去，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被他们祝福着。他们知道，你儿子一定知道。对，我得坚强。是被这场面影响了，怎么感觉突然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？哎呀，我是什么都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也别哭了，谁心里都有疙瘩，把它解开吧。陈潇，你可能不会谢我，但今天我真的要谢谢你。不是场面的问题，好像真的解开。今儿得多吃点啊！来，阿姨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主编发信息来祝贺我们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，这次我们回去终于可以好好面对主编了。说实话，我是心一直悬到现在，刚落下来。这次多亏陈潇突然出现，要不然我现在早完蛋了。完了什么蛋呀？我们成功了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看过我们直播的人都特别感动。我也看到了。真是没想到，你说，就3张照片，就3张，居然有这么大的意义啊！那像陈潇那样一直走不出来的人，这事儿对他们帮助很大吧？希望吧。对，来，咱们走一个好事儿，好事，好事。来，小石，来。姑娘，回来！老爸今天可太高兴了，是啊，耶！这酒必须得喝啊！我得祝贺我的姑娘，祝贺我宝贝姑娘今天的直播首秀圆满成功，温暖感动了那么多人，老爸以你为荣。哎呀，你先别为荣了，你看了吗？哪看的？怎么这不相信我就？市中心广场大屏幕底下，出租车一大溜，浩浩汤汤的。真的？那当然，我那些老哥们儿，那快，那是浩浩汤汤。又揭老爸老底儿是吧？老爸没文化，以后多学成语还不行吗？来，叔叔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
干杯！老师，哎，你看什么呀？哎，你看小光，哎，闻着味儿就来了，快进来呀！叔叔阿姨好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这怎么站这儿干什么呀？你来，进来。怎么还带着行李来的？叔叔，来，叔叔，我就不吃了。哎呀，来吧，来，我真不去了。我是来还你门钥匙的。哎，出去说。钥匙给你。那我直说了啊，看了直播来的吧？什么直播？包租婆节目，陈潇采访啊。哦，他去的。我没看。啊？照相馆的钥匙，老放我这不好。啊。哎，你就不好奇他说了什么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那照片对他帮助很大。他想起来自己说的3句话。是你说的那3句话。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：每个人都有几件意难平的事。虽然地震这种我们改变不了，但我们可以弥补他们心里漏的洞。这可能就是之前我一直较劲那个所谓的意义吧。这不就是我之前一直说的那意思吗？怎么陈潇说你就听了？这是我自己体会、自己悟的，好吧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行，不重要。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哎，你接这次任务就是单纯想考验我吗？其实最开始，陈潇并没有委托我，是我了解了他的事情，想帮他弥补遗憾，顺便考验你。嗯，跟我猜的差不多。哎，那个一口气说完行吗？这挺难开口的。我这儿好像还差个台阶儿。天天请你们造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还营业不？还营。那个夺命牛肉，先来150升啊！哎，坐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个成语“浩浩汤汤”。这个成语出自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。浩浩汤汤，横无迹呀。我就真的只是来还门钥匙。想走走呗，我又没留你。我们可以说，江水滔滔。哎，干嘛？咱下次任务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哪说哪了。本来呢，确实是有一个委托人来找我，但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搭档。你自己不想接就不想接，少拿我当幌子啊！
这是委托人给我的照片，你看一下，接还是不接？你这人练练眼力劲儿吧，怎么就到照片这步了？我这边我正忙着呢，我思索一下。大哥，先来30串吃着哈。由著名拳手双海亲笔签名的拳套，拳拳到肉，双海字。